大家好，今天介绍如何画出太阳这种耀眼发光的效果，让本来平淡的太阳熠熠生辉。这种方法可以应用到各种各样发光的物体上。我们开始吧。这幅画使用了2个图层来分别表现太阳的光晕感，一个是后景图层，用来画出太阳耀眼的效果，另一个是前景图层，来表现光线四射的效果。可以看到四射的光线也会覆盖住画面中的物体。我们先关闭这2个图层，重新画一下太阳的光晕。新建一个图层，位于太阳和天空的上方，但位于其他画面物体的下方。选择气笔中的软画笔，选择一个高明度的深黄色，以太阳为中心多次点击，这时新画的明黄色会遮盖住太阳，不是我们希望的效果。点开图层的混合模式，默认为正常模式。我们向下滑动，其中变亮、绿色、颜色减淡、添加和浅色都有提高颜色明度的效果。添加的效果是较为明显的，我们选择它，然后继续沿着太阳的周围画圈。可以使用清洗笔刷来涂抹光晕的四周，让颜色过渡的均匀，或者使用高斯模糊来让光晕有过渡的效果。这样处理后，太阳就有了耀眼的夺目的感觉。然后我们来画前景的光线，在所有图层的上方新建一个图层，同样使用软画笔，找到一款明黄色，以太阳为中心向四周画直线。画好后，将图形的属性调整。我们希望光线遮盖住物体的同时，也能看清被遮盖物体的样子。所以图层属性可以选择覆盖、柔光、强光、亮光、线性光、点光，因为它们在图层混合时会增加上下图层的对比度，保证下面的物体仍然是可见的。这里我选择了强光，它的加亮效果比较明显。然后使用涂抹，选择清洗笔刷，将光线的边缘适当涂抹虚化。处理后，太阳就有了光线四射的效果。如果觉得太亮的话，也可以调整图层的不透明度，找到合适的效果。好了，总结一下，画太阳的光晕一共使用了2个图层。后景图层选择添加模式，让太阳有耀眼的感觉。前景的光线选择强光模式，画出光线四射的感觉。然后我们一起看一下刚才所涉及到的混合模式。在这个对比图中，坐标箭头指向的是颜色明度由低到高的方向。有发光效果的混合模式会参考上下图层的明度来决定混合的效果。左面的图是正常的模式，上方图层会遮盖住下方的图层内容。接下来我们看能够提高亮度的混合模式。变亮会比较基础图层和混合图层的亮度，保留更加明亮的颜色，完成图层的混合。绿色模式根据混合图层的明度值产生不同级别的亮度效果。颜色减淡模式会降低上下图层的对比度，产生比绿色更加明亮的效果。添加模式会增加原图层的亮度，让混合后的效果更加强烈。浅色模式与变亮类似，选择最亮的颜色来呈现混合后的效果。上面这几种混合模式都可以用来提升亮度。除了浅色模式之外，其他图层从上到下的次序也是增加亮度从弱到强的次序。接下来的模式是增加对比度的混合模式。这组模式中，基础图层的内容不容易被完全覆盖。覆盖模式的混合效果会让暗色的更暗，亮色的更亮。柔光模式是柔和版的覆盖模式，对比没有覆盖那么明显。强光模式则增加对比度来产生较为强烈的混合效果，让暗色更暗，亮色更加明亮。亮光模式则是覆盖模式的极端版本，效果更加强烈。线性光模式同样会产生强烈的对比效果。点光会将中间色调去除，创造出一种不均匀的效果。
涂层的混合模式虽然很多，但是想提高亮度的话，就可以在这2个混合模式的组中依次试一试，可以用它们画出各种各样的光源光线效果。好了，这就是这期的内容，有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